他为什么又不干了？一言难尽啊。不过说透了，他也没错，他是嫌这个来钱太慢，没长性。不就开个馄饨铺子吗？他以为他是卖奔驰的呢。这孩子，哎，要不然你再劝劝他吧。跟你一样，根本就劝不了。那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这样，你把那馄饨铺子关了，然后到我公司来上班，天天没事儿啊就盯着他。你真是把我当成私人侦探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哎，美女，进来看看吧。啊，我就随便逛逛哈。哎，美女，求你个事儿呗。您看那些顾客都在看你，你要是在我这看看，说不定他们都进来买衣服了。我这么神呐？必须的！你看这小脸，这九头身，比电视上那些模特好看多了。哎，老板啊，你说我要是在这开一服装摊，那生意得什么样啊？肯定好呀。哎，不过我觉得你别在我这旁边开了，你要是在我这旁边开，我这生意肯定没法做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到那条街坐去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开个服装摊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哎，没事。哎，阿姨，我觉得这一件特别适合你。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可以干很长久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开服装铺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黑瞎子掰玉米，掰一个扔一个。你怎么现在说话老这样呢？我现在发现了啊，这馄饨铺子是注定赚不了钱的。至于弘扬美德呢，那就是你们这些啊有情怀有抱负的老前辈该干的事儿了。我就是一大俗妞，我的目的呢，就是想创业，就是想赚钱。你懂吗？我不懂，我可以学吧？啊，本小姐不爱吃就爱臭美。我跟服装有缘，就那个跟考古有一拼的邮寄馄饨我都学过的，这服装生意我学不会啊。邮寄馄饨是咱们尤家的专利，那你有先天条件啊。可是服装呢？服装你有什么条件？我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啊！当然我还得谢谢你啊，给了我这么一个好身材。想放下去，不懂规矩了。我开一个服装摊，小摊小贩我练着吧，凭借本小姐的好身材豁出去了。我给我自个儿店我当模特，在众多生意中，众多小摊小贩中，我的生意就会脱颖而出，一枝独秀。哎呀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那伙计，我绝对帮不上你什么忙。我也不用你啊，我也嫌你累赘，好吗？苦瓜单打独斗的时候来了，你们就请好吧啊！苦瓜，你也太作了吧！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。重点是这个本钱呢，我还是得用你的。你卡里那3万块钱，我就先花了啊。这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有没有发展。肯定有发展。你看啊，我小摊小贩吧，我的目标可不是小摊小贩，先从小摊小贩练着，我要走向国际，迈出国门。我的终极目标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打败坏人马小贱的服装公司，为你报一箭之仇，不用谢我。哎，你是不是说书呢，在这啊？谁说书呢？你是不是我亲妈呀？哎呀，咱俩的关系啊，就这本钱，仅此而已。以后亲娘俩明算账。说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真是有出息你。是不是我亲闺女啊你？哎呀，你说苦瓜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好好的饭店就不干了？他是急于赚钱，证明给你看。你当年不也是这德行啊？其实啊，他重要的是想摆脱我。摆脱你？为什么？你想啊，
我这一天到晚跟个影子似的跟着他，他早就烦了。可我这人随和，他又挑不出别的理，哎，所以他是真的受不了我的说教。哟，你还会说教呢？嘿，瞧不起人了吧？我要找出你们尤家馄饨挑子的那个扁担，扁担上刻的字，如果要印成这个印刷品，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。我读着是非常有感觉，可这个苦瓜就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他根本就不在乎。别提那扁担上字儿了，我听着都头大。哎，说点实际的吧，你说苦瓜那个服装摊，我同意还是不同意啊？顺势而为啊，你肯定得同意啊。为什么？你不同意他也得干，你还不如同意呢，至少这样还有一个说话的机会。作吧，他就往死的作。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我爸妈当年的心情了。早上哪去了？忘了，哎呀，钥匙给我。怎么了？常胜利约我喝咖啡。嘿，他这追你多久了，这还不死心呢？哎，不，哪天让我去见识见识，学习学习。行啊，跟我一块去吧。走啊，不玩了？害怕了？阿姨，这常胜利追玲子得有段时间了吧？要成早成了，我看呀，肯定没什么诚意。怎么没诚意啊？这常胜利对我们家林子献殷勤都献了20年了，你说有哪个男人能追20年？那就是有别的问题。你和我们家林子这戏已经唱完了，你就别在我这儿犯酸了，行不行啊？你看看人家常胜利哈，哎，要地位有地位，人家还有学问。像这种男人，打着灯笼多难找，在别人眼里，他就是一金龟婿。您这么说，我得说您2句了啊。相亲谈恋爱这事儿，不是别人看怎么样的，不是别人觉得成才成，关键是自己觉得成那才行呢。我觉得常胜利啊，不适合玲子的胃口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嘿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我了解玲子，玲子要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。咱就说当初这个马小贱啊，暂且不说这个人有什么毛病啊，那时候单纯啊，心里只有玲子。杨子，你那会儿心里不是也有林子吗？也喜欢他吗？那人林子怎么不喜欢你呢？阿姨，这个呢，就是我要跟您说的第2个问题了。有些事儿啊，全心全意是不成的，尤其这男人，有时候还真得有点灵气。但我没有这股灵气啊，对吧？别扯了，行不？我们家林子呢，也是4张的人了，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。你说他老这么不解风情，真是没招。这可不叫不解风情，每个人都有梦啊，心里都有一个梦。有的人这个梦是一辈子的，就说尤老师就是一个有梦的人。阿姨，我就打个比方，我跟您说，为什么呢？您看看啊，有的人这个梦啊，装在心里装了一辈子。有一天，我在你们家这看到了尤老师的笔记本，上面记着全是咱们前进巷的陈年旧事，包括咱们油气馄饨。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那全是梦里的故事。另外，你说玲子为什么那个时候去爬那个大烟囱？她就是为了想去看一看在梦里看见的东西。还有，她为什么要去歌舞团跳舞啊？那个舞也是她心里的梦。她为什么把那个饭店装成一个大舞台？那也是因为她心里有这个梦。阿姨，所以我觉得呀，这玲子啊，绝对是继承了尤老师的那股劲儿，只不过呢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。哎呀，杨子啊，杨子，你絮絮叨叨说的我越来越糊涂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最懂我们家林子的还是你。
咱们俩认识也有小20年了，你一直对我这么不冷不热的，我真的特别想知道，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？死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。那么严重啊？其实是我的问题，我就是不想跟有根挂梢的人深入接触。有根挂梢？我根儿也是个断根儿。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说我前些年到底是怎么样，可是你一直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咱们能改天说吗？你看今天礼拜天，各回各家休息一天多好啊，好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在休息吗？我今儿就跟你说说。哎，咱们再找机会吧，再找时间好吗？说说你那个往事，对吧？不堪回首。前一段时间那林子这么追你，你怎么就躲了呢？阿姨，懂一个人、爱一个人，不见得非得娶她。钱这个东西啊，把人分成个3流9等，分成了不同的生活圈子。我跟玲子呢，就处于不同的生活圈子里。你惦记一个人呢，爱一个人呢，不见得非得跟他结婚。我娶她，我得供得起她呀，这是硬道理。但我没这个能力，不是吗？你说这话左一不爱听哈。我们家林子没那么势利，说实话，他挣的这些钱绝对够花了。要是跟你在一起过，也不会让你去供养他的。他就是身边需要一个知心人，说说知心话呀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阿姨，这个我懂。但是君子不掠人之美，玲子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，没有我1毛钱的关系，对吧？我凭什么享受她这个洋房汽车呀？如果当初我跟你们一起打天下，那就算我现在还是一个看大门的，我也有这个资格去开口。可是我没有。当然，看着玲子跟别人好呢，我心里是肯定不舒服。但是只要玲子开心，我就高兴，这是我的心里话。今天你就给左一撂下一句话吧。常胜利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如果他真的是玲子唯一的选择的话，我敢出面跟他叫板，真的，我跟他一争高低。我现在就是给你加油鼓劲儿，你就去跟他一争高低，你别在我面前装怂了啊！不，阿姨，这个颜色还真是好看哈！你看看，这色彩，呀呵，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就知道了。妈，哎，玲子回来了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？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就是喝杯咖啡聊聊天吗？干嘛？我还得守在那儿啊？这常胜利又让你给枪毙了吧？早晚得嫁人吧？我嫁不嫁人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着急什么呢？阿姨，你看又冲我来了。不是，行，那你们聊着，我去找苦瓜啊。哎，我送你去，走。哎，不，别，你们都歇着，我骑自行车去啊。你们歇着。不聊了，杨子。聊清楚了。慢点啊。回去。哎呦。您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奇装异服开张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奇装异服，快！哎，那妞长得不错嘛。这进去看看，都什么奇装异服？闲人免进。哟，怎么着？你以为你这人民大会堂啊？那也得需要几个站岗的，知道吗？看见了吗？卖女装的，出去！够嚣张的啊！可你这张狂劲儿，惹着我了，兄弟，上！你好，我叫昌利，我是他的保镖，我是这边保安。臭洋鬼子，这可是你先动的手。对，没错。等等，这是我先动的手，没错。臭洋鬼子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先告诉你们，如果想打的话，我是少林寺学的功夫，所以我跟你们打，我是有点欺负你们的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你吓唬谁啊？上！等！您是想平板砖对吧？是这意思吗？等。看看啊。还想来吗？来吧，动手吧。啊，行，好，请滚蛋。等着啊！啊，行，等着，好，你厉害，我等着。好样的啊！来，进来坐。这个，看你在这儿瞎搂达半天了，想干嘛呀？看你顺眼吧。你不是有一句话叫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是吧？我就是君子。中文还挺溜，看上姐了？对，看上姐了。做个朋友吧。你干嘛的呀？怎么说呢？混混吧，我没有工作。混混，就是什么都不会，然后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那种。这倒不是，其实说实话啊，我这人才能挺多的。我3个国家的语言我都会，功夫、parkour、服装设计我都会，所以我找一工作不难。但是刚才我走着，我看你这边很需要我这种非常有才能的人。我可不想引狼入室。知道，就是刚才那种事，俩痞子来你这儿骚扰你、找你茬，你就是觉得挺好的，天天发生。那倒不是啊。哎呀，我可以雇你当我这儿店员，合伙人兼保镖，行吗？也不一定。那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，刚开店啊，没什么钱，本钱全是我妈给的，所以你那工钱呢，咱们就按月灵活发放。挣着钱了呢，咱就出剧本，然后这利息1人1半。要是挣不着就扛着，卖不出衣服咱就勒紧裤腰带饿着，行吗？行，那你先把那几包衣服往外搬，给它挂上。力气真好。哟呵，哎，这人埋人还真是够深的哈，找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，不错吧？非常不错。哟，还有老外，他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就合伙人。哟，这一不小心还整那个中外合资哈。就店员、保镖，什么打杂的，就什么都干。怎么着，职位还挺多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贵姓啊？我叫 Charlie Munger。什么 ？Charlie Munger？幸会。叫什么名字？还幸会呢？你幸会什么呀？干嘛呀？他也是我才招的，哪国人我都不知道。啊？哪国人不都不知道你就敢招？那以前干什么你更不知道吧？他以前干什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认他当下的能耐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当下有什么能耐啊？我慧眼识英雄啊！哎呦，我说苦瓜，咱做事不能这么率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社会很复杂。复杂什么呀？你吓唬谁呢？在复杂的人眼里，它就复杂；在简单的人眼里，它就简单。哎，这跟社会不搭茬。不对，凡事得多考虑，多想想。我就卖个衣服挣个钱，有什么考虑的？我这小商小贩，我不是思想家，你说那些白搭啊。苦瓜，你听我说啊。咱这是真不能这么干！哎呦喂，敬爱的杨子叔，我要开张了，你要是再耽搁我开张，小心我给你翻脸啊！我是你妈派来的啊，我回去总得有个交代吧？行，那就叫他别瞎操心。你要是哥们儿啊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应该知道。哪国都不知道都敢招，真有你的！你不能进去，干嘛呀？尝
胜利来了，在里面两个人正在说话呢，你看我都躲出来了。嘿，我是看那个大班在那儿，不，我进去跟你们说一下苦瓜的事儿。走走走。哎，说什么苦瓜事？给他们俩创造一个空间，让他们好好谈谈。等着等着。嘿，这什么时候还得这样子？喝。这么多年，我就没遇到过这么痛快的人。大串吃肉，大瓶喝酒。高兴吧？酒过三巡，现在你告诉我吧，原来是干什么的？家在哪？我是女婴，然后但是我这个白小子，我是在一个黑人区长大的，就那个 Harlem。黑人他们不是特别喜欢跳舞吗？就是那种扭屁股舞啊，所以我学了街舞还有跑课。哎，这两样我都喜欢耶，可是这两样在中国都不流行。我知道，没办法，中国人得跟上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如果能把美国的街舞和中国功夫那些动作结在一起，哎呦，就会很酷。好啊，这个。所以，我来到中国，但那时候我中文不行，所以我学了5年中文，然后我去少林寺就学功夫。怪不得呢，你那铁头功啊，我是见识了。啊，然后那我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我爱上一小姑娘，我说挺犹豫的，但是最后我决定去南方跟她一起住。我还找了一个工作，在一个俱乐部。等会儿，我比较关心那女孩，她现在呢在哪儿啊？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爸发现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高兴，让我们分开。所以你现在就失恋了？是的，然后我就来到北京了，而现在我就没钱、没房、没活、没事业，就典型的流浪汉吧。偶尔教英文，偶尔还当对老外来说最没面子的工作。什么呀？就是在电视剧里头演老外。你说什么？苦瓜雇了个外国人当保镖？是啊。那这事可不得了，是大事，我得去找那个林的。林伯刚才说人家在里面聊得热火朝天，您进去干啥？我又做不了主，他必须告诉他妈去。涂阳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阿姨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胜利，那就不送了啊。阿姨，不用。干嘛呀，你们俩？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苦瓜出事了啊！苦瓜出事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找了个老外做保镖。老外？哎，他哪国人啊？他多大年龄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外国人都长一样，不知道是哪国人，年龄也看不出来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妈，这怎么办呀？你说怎么办？你是他亲妈。闹了半天，你是个流浪汉呀？成。我是个私生女，你是个流浪汉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喝。你是个长得不错的私生女。你是一个很 man 的流浪汉。我再问问你啊，你还有什么秘密？我就一条，我不跟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打交道。那如果我要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怎么办？你别以为美国人都傻，你要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开那破店？那可不一定。如果你说我是，我立马站起来走人。我不是。OK。真是个怪物呀！穷美女。来这儿。是。
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's day?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. Rough winds, darling buds. 可以了啊，打住吧，打住吧，你念我也听不懂。重点来了啊，记住这路口没有？记住。明儿8点，1分钟都不能耽误，在这儿等我，拎包开档。知道。好了。哎，要不然，那个送你回家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认个门吧。不行，那个是禁区，记住啊，这儿国境线。好，明白，不会随便越境。好，明儿见。你们就这么看着也不来帮我一下是吧？真沉，特别沉。过来，干嘛呀？聊聊干嘛呀？快过来。聊聊。哎，等会儿。杨子叔，你是不是告密了呀？叛徒。我就把我所看到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，这跟叛徒两码事儿啊。我跟你说了，我的一切行踪不准告诉他们。我和你妈难道是你的敌人呐？不是这意思，我不是怕你们瞎操心嘛。我操心大了啊！你告诉我，那个外国人到底哪里人？什么身份？多大年龄啊？哎，不是你查户口呢是吗？赶紧说。外国人，查理28了，无业游民。我雇了一个店员兼保镖，其实啊就是一合伙人。合伙人？哎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合伙人呀？合伙人是什么概念？停！我不想知道他什么概念，我小本经营，我不用懂那些，你别跟我讲。哎，我只问一句啊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雇他当保镖呢？诚实。你怎么知道他诚实？因为他毫无保留地跟我说了他的出身和他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哎呦，不是你能别这样吗？说。好，说第二啊，当合伙人是因为他懂服装能干。第3，当保镖是因为他很勇敢。你把他说的这么好，那你就应该把他带过来给我们看看吧。我凭什么让你看？你不放心，你自个儿看去行吗？就说今天吧，几个那种就地痞，跑我店里捣乱。要不是查理拿板砖自残，吓退那帮痞子，我那店呢就被人给踹了。我说嘛，一个大姑娘，你说开一个什么摊子呀？啊，这才是个重大的问题呢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因为有查理罩着我才没问题。杨子叔，你说句实话行吗？查理个儿高吗？高。帅吧？帅。杨子，你能不能说点实话呀？这个我确实说的是实话。你瞧见没？杨子叔可从来不骗人吧？行了，你们就少操心，可以吗？要真的还疼我，还信我，别跟我这儿挑3拣4的，行吗？这说半天了啊，我没有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就是那种很 man 的男人。很 man， 很 man。西部牛仔知道吧？不爱说话，特别酷，特勇敢，特别带范儿，想杀人，掏枪就给他毙了。关键时刻啊，能为你抛头颅、洒热血，那就是个混不吝。太浪漫了。浪漫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又不跟他谈恋爱。哎，行啊，今天晚上到此为止，我还得算账，你们呢也早点休息，行吧？别再为我的事操心了。
我们能睡得着吗？啊？你们这是跑这挑毛病来了。哦对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千万不要暴露我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。我发现这美国人好像跟富家子女有仇，如果你们要暴露我，他就跑了，他跑了我就抓瞎了。好，会议结束，解散。对呀，这他还想谈恋爱跟他啊？你得好好学摸学摸。你说他啊，我们问的话，他一套一套的回答，还是溜着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其实我倒觉得老外啊没那么复杂。这个查理呢，看上去是老点，但是挺面善的。如果他真的能够帮苦瓜打理这个服装店的话，挺好啊，至少能够代替我这保姆的身份。你别介，现在社会上多复杂，别说眼前的人都很难做到知根知底，更甭说一个老外的大老远来到这儿，他是谁呀？他是干什么的呀？特务间谍都说不准。哎妈，你扯远了，什么特务那么复杂间谍的？你说，按理说呢，我们应该相信苦瓜，但是苦瓜这么轻率的雇一老外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没那么复杂，他就是对这个老外感兴趣，就仅此而已。姑娘大了，就是想身边找一男朋友。苦瓜才多大呀，还男朋友？你谈恋爱的时候比他早吧？哎呦呦，哎，行，打他干嘛呀？你看，我那叫谈恋爱吗？真是的。行了，这事儿别跟我掰扯了，行吗？反正我觉得，与其让苦瓜跟这么个老外来回交往，还不如咱们老老实实的给他介绍一男朋友。妈，你是不是越来越糊涂了？天天跟我张罗上瘾了是吧？又给苦瓜张罗，你闲得慌你！我是老了，但我不糊涂。你妈有经验，不管你们反对不反对，反正这事儿按照我的思路趟到底。那现在小青年的关系多乱呢，咱们赶紧给他找一个靠谱的，能帮到他的。哎，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，你知道不？妈，你不许胡来啊！怎么叫胡来？我胡来什么呀？哎呦，行了，那这样行吗？这段时间呀，你们也别去这个服装店去说、去看、去添乱了，这事交给我来办。我先好好观察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然后我们再决定，行吗？那只能这样了。黄妈妈，我累了，回去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好，开车小心点啊。怎么做饭啊？不糊涂，绝对好的。杨子叔，快，来！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？坐。凭良心说，你觉得查理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那长得呢？长得更不怎么样了，所有外国人长一模一样，看不出来。他那叫 man， 什么意思？英语男子汉的意思。你就直接说男子汉不就得了？慢，你还快呢。哎，我还就看上这慢的了。你看看这社会啊，男的太女了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见这种从头到脚散发着一种阳刚之气的男子汉。什么眼光你这是？都一手小白脸，你知道吗？给你表白啊，送巧克力，都握化了还送不出手呢，多没出息啊！查理多有感觉，这才叫帅哥呢。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一见钟情啊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可得慎重啊，刚才还慢呢，你这也忒快了。杨子说啊，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。我是想让你帮帮我。什么事儿啊？他吧是一个无业游民流浪汉，洋叫花子，以前干什么的？街舞教练。街舞教练？干嘛呀？街舞教练怎么了？人还在少林寺学了点功夫呢。半年前啊，和
和女朋友吹了，就成流浪汉了。其他的事儿可以不告诉你妈，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妈，否则你妈说我是不负责任，我去告诉你妈。哎，别！干嘛？你对他负责任，对我不公平啊！我跟你说过啊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成年人，在我心里，你跟我爸一样。那好啊，那以后你叫我干爸。行啊，干爸，不要叫我失望啊！不行，关于这件事儿哈，我宁可让你失望，不要让你叫我干爸。怂。说谁怂呢？说你怂呢。你连干爸都不敢当。谁说我不敢当了？这我当定了。行，干爸。哎，干爸。嗯，你知道啊，我是一个很不爱撒谎的孩子。这倒是，你确实是个好孩子，你从来不撒谎，这点我特别相信你。对。但你看我姥姥和我妈吧，他们看人有偏见，所以呢，有些事我只能跟你说，不能跟他们说。我希望你可以代替我，委婉地告诉他们，就比如苦瓜是成年人了，他做事不会给家里人抹黑的，很有把握，很有分寸。成了啊！就你那点小心思，我知道啊，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尽力啊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哎。我所有秘密可都告诉你了啊，不要当叛徒。太小瞧你干爸了吧？行了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陈锁，拎包。出发，出发。这死洋人！你要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我知道你也去盯梢，这事你不是交给我了吗？既然你交给我了，你放心，我对这苦瓜肯定是负责任的。你去肯定没什么好事儿。不行，我不放心。哎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了。那不就得了？听我的，赶紧上班去，其他事我来管啊。哎，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上班去。那拜托你了啊。孙呐，哎，我问你呀，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21。哦，你家住在哪儿啊？家住北京。哎，你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家开一工厂。工厂好啊，啊，开什么样的工厂？尤总好，尤总好。哎，妈，没事，你坐下，我跟你聊一聊。妈，你干嘛呢？你这是聊聊小孙，你看，人小孙家这是开工厂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妈，我给苦瓜找对象啊！疯了吧你？再这么着，我给你急啊！来，你急个样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你和苦瓜的事不能再打持久战了。现在起，它是重中之重，我必须把这个任务执行好。听明白了没？妈，你以后别穿毛花出来了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查理，我有个计划啊，但不知道能不能完成。你说。那从咱们这店里吧，爸，把那摄像机抬出去，然后在人流就是高峰期，我穿那衣服在那块儿，你就是那种对，
你说搭这台子肯定得几万块钱是吧？你说是不是得借点钱呀？不用借。不用借，你有啊？有。你哪儿弄啊？你就甭管了，以后等在这儿，等你的男人给你解决问题。哎，出租车，跟上前面那辆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，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里包括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